中亚五国集体签字，与中国达成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战略意义重大。6月17号，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办了中国中亚峰会，中方领导人受邀参加。此次峰会集结了中亚五国的首脑，共同见证并签署了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一历史性的合作协议不仅深化了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全面合作，更在经贸、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友好条约的签署对于中国而言意义重大，不仅扩大了中国的友好邻国圈，也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中亚各国的深度合作，共同开创地区繁荣的新局面。今天就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中亚五国的战略地位。哈萨克斯坦坐落欧亚大陆的腹地，其面积覆盖了约 272.49 万平方公里。它东接中国，北与俄罗斯为邻，南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接壤，西濒临里海。吉尔吉斯斯坦则位于中亚东部，其国土面积约为 19.99 万平方公里，与哈萨克斯坦、中国以及塔吉克斯坦等国相连。塔吉克斯坦位于中亚东南部，面积虽仅有 14.31 万平方公里，但资源却非常丰富，与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北接，东临中国，南至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的面积 44.89 万平方公里，其位于中亚中部，北与哈萨克斯坦接壤，东临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南至阿富汗和土库曼斯坦。而土库曼斯坦则位于中亚西南部，面积也有 49.12 万平方公里，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中亚五国总体处于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具有不可估量的地缘政治和战略意义。这些国家位于各大国的交界处，如北接俄罗斯，东临中国，南连伊朗、阿富汗等国，西濒里海和高加索地区。这种地理位置使得中亚成为地缘政治的重要缓冲区，对周边大国的安全和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亚的稳定与繁荣不仅对邻国至关重要，而且外部势力的介入也可能对地区战略平衡产生重大影响。此外，中亚还是连接亚欧交通的重要通道，古代丝绸之路便经过这里，连接了中国与欧洲。现代的第二条亚欧大陆桥也穿越中亚，从中国的连云港经中亚直达欧洲的鹿特丹，大大缩短了太平洋沿岸到大西洋沿岸的旅程。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中亚在交通网络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中亚地区的资源丰富，被誉为第二个中东。哈萨克斯坦的油矿和钨矿储量居世界前列，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了重要支持。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储量世界排名靠前，而乌兹别克斯坦则黄金储量丰富。这些资源不仅为中亚带来了经济价值，更使其在全球能源市场上占据了重要地位。最后，中亚五国在安全领域的地位，对于我国来说也是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一区域毗邻阿富汗等极端主义势力活动猖獗的国家，安全局势严峻复杂。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不仅有利于深化双边安全保障，更对维护整个区域的和平稳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2. 中亚五国签订友好合约有何深远意义？近日，国际舞台上又迎来了一则重磅消息，中国与中亚五国共同签署了新的合作条约。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感慨道，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唯有中国在担当着真正的和平桥梁角色。这种合作使各方皆能共谋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的格局，彰显了理智之选。中亚地区毗邻我国新疆，近年来美西方国家频繁以新疆问题为话题，大肆炒作所谓的人权问题，其真实目的在于扰乱我国边疆稳定。在此背景下，加强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友好关系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有助于我国抵御外部势力的干涉，更是可以促进新疆与中亚的经济联系，促进新疆的经济发展，以此构建更稳定的大后方。中国的大后方稳定对于整个亚洲乃至全球的稳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当前，亚欧大陆上多国局势紧张，如俄乌冲突、印巴日益紧张关系等，而东亚地区相对保持稳定。新任韩国领导人与日本领导人还算是较为温和的一派，加之中国作为东亚的稳定力量，预计未来几年内东亚地区将保持相对和平，所以我国趁此机会把握这有利的时机，全力发展经济，增强自身实力，为维护地区和全球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除了台湾省以外，中国还有3个地方急需收回，结合地图了解一下。除了台湾省，还有3大岛屿对我国的发展也很重要，并且这3大岛屿在历史上与我国都有着很深的渊源。如果能将其收回，将大大增加我国的战略空间。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琉球群岛。琉球群岛位于太平洋海域，周边岛屿有日本大屿诸岛、我国台湾岛和钓鱼列岛，西南部与冲绳海槽相邻。琉球东北部与日本大屿诸岛隔着土嘎拉海峡，群岛东侧是太平洋，西侧是我国东海。琉球群岛陆地面积约 3611.08 平方公里，由5个岛群组成，分别是奄美诸岛、仙岛诸岛、土嘎拉列岛、大东诸岛和琉球诸岛。琉球群岛上的平原面积较小，其地形复杂，多以山地与丘陵为主。最高点是位于中之岛的玉叶。琉球群岛的渔业资源丰富，生产鱿鱼、金枪鱼、秋刀鱼等，当地缺乏金属矿产资源。但是日本在琉球南部探测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它的地理位置，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东北亚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中转站。这里隔着冲绳海槽与我国的钓鱼岛和台湾相望，对我国维护东海海权和钓鱼岛主权有重要意义。在琉球群岛附近区域有很多海峡，在战略意义上都非常重要，比如土嘎拉海峡、大隅海峡等，它们都是我国船只进入太平洋的战略要地。它战略价值高的原因还在于，曾经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就是通过利用琉球岛上便利性战略，偷袭了美国位于太平洋上的珍珠港，给了美国海军力量上的当头一棒，足以看出琉球群岛的战略价值有多高。现在的琉球群岛由日本代管，分属于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冲绳县的经济结构偏重于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当地的内外交通依赖航空，主要的机场是那霸国际机场。目前琉球群岛上就有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基地，并且将琉球群岛视为第一岛链。如果琉球群岛独立或者被我们收复，你们美日两国在此群岛上存在的军事都会被清除，那么我们国家从东海进入太平洋的航道就会畅通无阻。2. 藏南地区。藏南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侧，包括我国西藏的措那市、龙子县、墨脱县、察隅县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少量的朗县和米林市辖区。藏南地区的面积约 9.3 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100万。当地的主要民族有藏族、珞巴族、门巴族。这里位于4国交界之处，周边有不丹、印度、缅甸。藏南地区气候温润，降水丰富，景色优美，有包括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在内的诸多旅游景点，森林覆盖率更是高达 90% 以上，是我国西南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藏南地区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处于印度次大陆与亚欧板块之间的俯冲挤压带，地势起伏低，高差大，最低处海拔只有100多米，而最高处高达7000多米，平均海拔在1000至2000米之间。因为剧烈的高差，使得北方冷空气无法南下，南方来自印度洋上的暖湿气流被山脉阻挡，在藏南地区形成充沛的降水和温暖的气候，形成了这里与青藏高原截然不同的气候条件，更适宜农业生产，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藏南地区年均降水量为2000至5000毫米，有的地方甚至能达到9000毫米，是世界上降水最多的地区之一。加上地形带来的巨大落差，使得藏南地区水能资源极为丰厚，仅次于我国长江流域。此外，藏南地区的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有烙铁矿、铅锌矿、金矿、银矿以及铜矿等。藏南地区对中印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藏南地区是我国通往南亚的重要通道，它位于4国交界处，处于地势上的高点，能对周边国家形成天然的遏制。这里是我国西藏、四川、云南等地的门户，一旦失去这里，我国西南腹地将失去一道天然屏障。3. 南沙群岛。南沙群岛是一片散布型的群岛，不仅位于我国南海地区最南端，更是我国版图中最南端的领土。南沙群岛最北端的岛屿是熊南礁，南至立地暗沙，西到万安滩，东接海马滩，是南海最南的一组群岛，岛屿滩礁最多，散布范围最广的一组群岛。
由东向西的长度约905公里，南北宽约887公里，海域面积为88.6万平方公里。南沙群岛的面积占据南海我国管辖范围的 42%， 群岛内的岛礁数量超过230座，在南海中的面积是最大的，岛屿数量也是最密集的。其西北与越南相对，东北与菲律宾隔海相望，南部水域与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国沿海相接。最西端的海马滩与菲律宾的距离也只有140公里。马来西亚的沙拉越州距离我国南端的曾母暗沙也仅有110公里，并且黄金水道马六甲海峡就在南沙群岛的西南侧，从马六甲海峡过往的船只进入南海必须要经过南沙群岛，所以这里的航运价值非常突出，扼守着印度洋与太平洋。另外，我国南海的油气富集区主要分布万安盆地、曾母盆地、里约盆地和沙巴盆地。这4个盆地以探明石油可采储量约 10.06 亿吨，天然气可采储量约2万亿立方米。不仅如此，这里蕴藏着丰富的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另外，还有经济价值巨大的渔业资源。就是因为拥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与战略价值，才会被周边国家所觊觎。比如中业岛、西月岛、仁爱礁、马欢岛与西月岛等众多岛礁都被周边多个国家所占领。我们若将被别国非法占领的岛礁收回，那么我们在南海地区的布防与防御会更加精妙牢固。甘肃有发现大型金矿，我国金矿总储量已超3000吨，都分布在哪里？据甘肃省自然资源厅日前消息，甘肃省玉门市钱洪泉黑山北滩地区新发现一处大型金矿，新增金资源量超40吨，规模相当于2个大型金矿的资源量。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甘肃挖出40吨金矿。甘肃广袤的土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宝藏。据勘探数据显示，该省已探明的矿产资源中，镍、钴、铂族等14种战略性矿产的储量均位列全国榜首，黄金资源量更是惊人的超过了1600吨，稳居全国第2。在这片土地上，北山成矿带以其密集的金矿床分布而闻名遐迩。时间回溯到2017年，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精心策划并启动了玉门市钱洪泉黑山北滩地区15万矿产远景调查项目。甘肃省地矿局4勘院深入分析区域成矿条件，发现钱洪泉地区不仅前长城系地层广泛分布，而且岩浆活动极为频繁，不同时期的构造活动相互交织，区域内已发现多处受韧性剪切带控制的金矿床。鉴于钱洪泉恰好位于北山南带的巨型韧性剪切带上，专家们预测该区域具有巨大的金矿找矿潜力。随后4勘院迅速行动，组织专业团队采集了大量水系沉积物样品，并成功圈定了16处以金为主的综合异常区域。2018年前，洪泉金矿点首次被发现。接下来的2年里，勘察范围不断拓展，矿化带长度超过10公里，多条达到工业品位的金矿体被相继圈定，为后续的勘察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紧接着，玉门市钱洪泉金矿普查项目正式拉开帷幕。2021年4勘院在原有矿调项目的基础上，申请将勘察区面积扩大至 26.04 平方千米，将钱洪泉金矿勘察增储作为主攻方向。随着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深入实施，甘肃省自然资源厅进一步加大了勘察力度和资金投入，新发现了一条长达14千米、宽度在10至100米之间的金矿化带，新增金资源量超过40吨，相当于发掘出2座大型金矿。2. 中国金矿分布。黄金作为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与避险优选，其储量的稳步增长，犹如一股强劲动力，直接驱动着采矿、冶炼及珠宝加工等相关产业链的蓬勃发展，为地方乃至国家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在全球经济风云变幻、货币价值波动加剧的当下，黄金凭借其定海神针般的特质，成为国家抵御风险、应对挑战的坚实后盾。新金矿的发掘不仅有效降低了对进口黄金的依赖，更在国际资源版图上为中国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黄金储备的稳固，如同汇率的守护神，还能巧妙化解国际经济制裁等潜在威胁。随着中国黄金产量的持续攀升，其在全球黄金市场的地位日益凸显，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稳固地位。中国金矿总储量超3000吨，
主要分布在东部的胶东半岛、燕辽金矿区、中部的小秦岭地区、西部的内蒙古、青海、云南、贵州、甘肃、新疆等地，以及福建紫金山金铜矿等重点矿区。3. 甘肃大型金矿的意义。当前全球经济前景扑朔迷离，地缘政治格局也暗流涌动，这促使投资者对避险资产的追逐热情持续升温。黄金这一承载着历史与信任的避险瑰宝，正迎来新一轮的市场热潮。回溯2年前，国际金价尚在每盎司2000美元下方徘徊，如今其价格已如脱缰野马，涨幅甚至超越了股票市场。这无疑映射出投资者对安全、稳定且能保值资产的深切渴望。甘肃新金矿的横空出世，恰似一剂强心针，为投资者的信心添砖加瓦，同时也让市场的避险情绪愈发浓厚。此次金矿的发现，其意义远不止于财富的累积，更是科技与勘察技术飞跃的见证。勘探团队借助现代地质勘察技术、高精度遥感探测、深度钻探分析以及大数据模拟等手段，将数十年的探索与努力转化为沉甸甸的资源成果。昔日金矿勘探多依赖于经验与运气，而今科技的力量让这一过程变得更为可预测、更精准。这预示着未来的矿产资源开发将更多的依赖于科技实力与系统化的数据分析能力，而非单纯的人力投入。甘肃作为中国西北的重要省份，其地质构造复杂多样，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此次新发现的大型金矿，无疑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新动力。矿业开发不仅带来了黄金本身的经济价值，更激发了就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关产业链的蓬勃生机。对于玉门市及周边地区而言，这既是新的产业机遇，也是科学管理、环保措施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实践的挑战。如何在开采黄金的同时，守护好绿水青山，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成为矿业企业与政府共同面临的课题。未来，随着矿产资源的进一步勘探与开发，甘肃的这片金矿有望重塑区域经济版图，甚至在全球黄金供应链中占据一席之地。距印度仅20多公里，中国班公湖大桥终于建成，战略价值究竟有多大？近期我国西藏阿里地区的日土县发布了一条关于自驾行的公告，直接导致印度破了大坟。导致这一方面原因就在于，这场自驾行可是包含了我国精心策划的班公湖大桥。目前班公湖大桥已经正式通车，不仅改写了中印在班公湖地区的力量平衡，只要我国愿意，还能将印度的防线瞬间崩塌。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下班公湖大桥的影响力为何这么大。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美丽神奇的班公湖。位于青藏高原西部的班公湖，它的东西两端最长的距离可达155千米，而南北两端的宽度平均仅有4000米，是世界上最狭长的湖泊之一。班公湖目前被中印实控线一分为二，正处于中印两国共同控制的状态。班公湖 68.5% 的面积被我国掌控，可达413平方公里。麻嘎藏布、波马区等是班公湖的主要补给水源，而它们正处于我们国家的控制范围，因此东半部分的湖水属于优质淡水，对于鸟类、鱼类的生长都非常适合。另外，旅游业的发展也更适合。剩下的 31.5% 由印度控制，也就是191平方公里的面积。该区域因淡水稀缺，蒸发作用显著，形成了典型的咸水湖，生态环境严峻，难以支撑印军在此进行大规模驻军和开发活动。坐落在班公湖北岸的8座山峰，因形似手指，该地区被冠以手指区的称号。其中从西至东的山峰依次被命名为第1指至第8指。这一地带不仅是中印军事对峙的关键区域，还是双方主权争夺的焦点地带。目前印度控制着第1至第3指区域，其中楚舒勒附近的区域尤为关键，被视为其前沿阵地，而第4指区域则处于中印实控线的核心争议之中。从第4指的制高点可以俯瞰班公湖的中段。2020年，中印在该地区发生了对峙事件，此后我国加强了对第4指区域的控制力度，并成功实控了东侧的第5至第8指区域。第8指附近就是我国建设班公湖大桥的区域范围。在5月份的中旬，阿里地区日土县开展清澈的爱，只为中国首届环班公湖自驾边疆行活动。活动中，16辆越野车相距班公湖景区码头，随着发车指令响起，环湖之旅正式开启。此次环班公湖旅游路线精心规划，途经日土宗遗址、下达措遗址、原始红柳林、乌江村班公湖码头等，
最终返回班公湖景区的起点。这不仅是我国第一次将班公湖大桥进行公开披露，同时还向外界传递了班公湖已稳稳掌控于我国手中的信息。2. 班公湖大桥的战略意义。据欧亚时报于2024年8月初的报道，根据最新卫星照片显示，中国在班公湖地区正在加速建设第2座公路大桥。目前该桥已进入铺设沥青的最后阶段，预计不久后将正式通车。回溯至2022年，我们曾在距离边境线仅20多公里的湖面最窄处建造了一座500米长的预制件公路大桥。这座桥虽只适用于轻型装甲车辆的通行，但彻底结束了班公湖无桥梁的历史。事实上，这座桥作为预备工程的一部分，为后续的更大规模建设奠定了基础。如今紧邻其旁，我们正在建设一座更为宏伟的新桥。新桥的桥面更宽，承重能力更强，甚至可以容纳15式轻型坦克的通行。这一进展无疑令人振奋，标志着我们在班公湖地区的交通建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关于这座大桥，自2022年印度媒体报道后，其关注度与担忧度在印度全国范围内激增。他们担忧的是班公湖大桥建成后将极大缩短我国在班公湖周边地区的物资和部队调动时间，进一步增强我国在班公湖地区的影响力。印度的疑虑并非无中生有，班公湖大桥的实力不容小觑。此大桥一旦建成，将显著缩短两岸的交通距离，使解放军能够从原本的数百公里绕行减少到几分钟内即可抵达，极大地提升了军事响应速度和效率。此外，班公湖大桥的强大承载能力，使其能够安全地容纳如15式坦克等高原作战环境专用的武器装备通过，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在班公湖地区的军事部署实力。同时，中国正在积极推进新藏铁路项目的建设，初步测量工作已圆满完成，接下来的规划及开工建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新藏铁路的全长规划将达到2000公里，不仅将为西部边境带来新的助力，稳固边境环境，还将促进边境地区的贸易交流。未来班公湖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枢纽和基地，对边境地区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我国将建大型军事基地，面积是美国珍珠港的5倍，有何战略价值？近些年来，我国加大了对南海岛礁的开发力度，在南海建造了7座人工岛。除此以外，黄岩岛、半月礁等岛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如果能在这些地区进行填海造陆工程，必将有助于我国加强对南海的掌控。近期有外媒报道，我国在南海建设新的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面积将是美国珍珠港的5倍。那么，这一基地选址何处，有什么价值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观看的过程中，不要忘了点赞关注。我国在南海的7座人工岛，包括美济岛、永暑岛、朱碧岛、华阳岛、南薰岛、赤瓜岛、东门岛等，这些岛礁的建设相对完整。美济岛是建设在美济礁上的人工岛，总面积约 5.66 平方公里。我国在岛上建设有机场、灯塔、医院等基础设施，是我国在南沙的军事基地之一。美济岛内部有天然泻湖，是避风良港，已经建成了大型渔业养殖基地。距离美济岛290公里处是永暑岛，永暑岛建设在永暑礁的西南部主礁盘上，长约26公里，最宽处约 7.8 公里，面积 2.8 平方公里。永暑礁的地理位置极好，位于引庆群礁和九章群礁的中心点，是太平岛与南威岛之间的必经之路。西北方向250海里处是越南金兰湾。朱碧岛建设于环形的朱碧礁上，面积 4.3 平方公里，距离中业岛大约23公里。西南方192公里处是永暑岛，东南方是太平岛。朱碧岛、永暑岛和美济岛是我国在南海的3大军事基地，三者互为依仗，呈品字形分布，堪称我国在南海的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这3大人工岛都位于南沙群岛，南沙北部的中沙群岛地处南海中部海域，扼守进出南海的交通要道。对中沙群岛进行建设，可以更好地稳定南海局势。近期根据相关报道，我国要对中沙群岛进行开发建设，将周围部分岛礁建设成军事基地。中沙群岛与永兴岛相距约200公里，现在正在建设的军事基地面积大约4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中沙群岛的6倍。这样的建设规模世界罕见。美国著名的珍珠港军事基地也才89平方公里，
珍珠港位于瓦湖岛南岸，这里与深水港、火努鲁鲁港相邻，是整个北太平洋最大、最安全的停泊港口之一。珍珠港是美军太平洋舰队的驻扎基地和美国的造船基地，民用船只和外国船舰不允许进入。珍珠港是美国在太平洋最重要的海空军基地之一，水域面积32平方公里，平均水深约14米，最多可以停泊500艘舰船。美国在珍珠港建设有舰船修理厂、干船坞、码头、燃料供应站以及必要的海军设施，因此珍珠港可以为航母、核潜艇等大型军舰提供维修、保养等服务。除此以外，美国还在珍珠港内的一个小岛上建设有福特岛海军航空站。珍珠港被珊瑚礁包围，只有2个入口，主航道珍珠水道是一个狭长的通道，全长约16公里，最宽处约 2.4 公里，最深处达到13米。珍珠港内部分为东西2区，东部负责水面舰艇的维修等工作，西区是太平洋舰队的主要驻扎区。珍珠港是美国闻名世界的重要军港，而我国正在中沙群岛建设的军事基地面积接近5个珍珠港。那么我国为什么选择中沙群岛呢？中沙群岛位于南海中部，古称红毛且石兴石塘，包括30多个岛礁，它的岛礁分布范围仅次于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由黄岩岛、中沙大环礁和一统暗沙、宪法暗沙、神湖暗沙、中南暗沙等4座分散的暗沙组成，绝大部分区域都是淹没于水下的珊瑚滩礁。只有黄岩岛是露出水面的，黄岩岛略呈等腰三角形，礁盘面积约150平方公里，水深一般在 0.5 至3米。黄岩岛内部有一个泻湖，东南部的礁门水深9至11米，可以与外海连接，能通过中型渔船和小型舰艇，是南沙罕见的大型天然良港，战略价值极高。黄岩岛距离菲律宾吕宋岛西岸大约230千米，扼守苏比克湾进出咽喉，具备重要的航运价值。中沙群岛的主体是中沙大环礁，中沙大环礁长约140公里，宽约60公里，面积8400平方公里，略呈椭圆形，从侧面立体来看呈短柱形。中沙大环礁的西部是水深2500多米的深海槽，东部紧邻4000多米的深海盆地。中沙大环礁全部淹没于水下，已命名的暗沙一共26座，泻湖内漫步暗沙、平南暗沙等6座，环礁周围有季猛暗沙、海正暗沙、安定连礁等20座暗沙，其中最浅处的暗沙是漫步暗沙，水深仅为9米，这个距离是比较适合进行造陆建设的。拉远镜头来看南海，南海通过巴士海峡、巴拉巴克海峡、苏禄海、马六甲海峡等地，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东亚、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都十分依赖南海，尤其是日本和韩国，南海承包了他们能源贸易的 90%。而中沙群岛位于南海中部，渔业资源丰富，还是南海重要的油气富集区，初步探明的石油储量约5亿吨左右。而且中沙群岛位于南海主航道，与海南三亚距离585公里，北部与深圳距离675公里，东北方520公里处是东沙群岛，879公里处是台湾鹅銮鼻。中沙群岛西部距离越南大约533公里，东部与菲律宾相距276海里，向南大约120海里是南沙群岛。由此可见，中沙群岛与周边地区的联系相差不大，如果能将附近岛屿紧密连接起来，将成为我国的一道重要屏障。国家级中心城市从9个调整为5个，减少了哪些城市？新定位又是什么？近日，国家层面正式批复了全国40多个重点城市的2035年总体规划，明确了各城市的性质、功能、人口上限及发展边界。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被定位成国家中心的5座城市。在此次规划中，备受瞩目的国家中心城市概念逐渐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精细的分层级中心城市体系。经官方批复，仅有5座城市被赋予了国家层面的核心地位，它们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和天津。其中，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上海为国际经济中心，广州是综合性国家门户，天津和重庆则分别承担北方开放门户与西部陆海新通道枢纽功能，推动京津冀和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协同。令人注意的是，国务院给成都、武汉、郑州、西安4个城市总规的批复原文里就没有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的表述，而是获得了次一等大区中心的定位。比如成都是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
郑州是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西安则是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武汉是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少了重要的3个字。2. 国家中心城市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在中国的城市定位中，成都、武汉、郑州和西安等城市已不再被提及为国家中心城市，在对其的期待和描述中也未再使用这一称谓。有人认为这一变化的背后，部分原因在于部分城市的综合实力尚未达到预期，强行拔高其地位不仅无益，反而可能损害规划的庄重性和权威性。例如，从经济总量来看，西安的 GDP 排名并不靠前，甚至不及苏州和南京，也落后于佛山。郑州的 GDP 排名虽然稍好，但并未超过无锡。尽管在资金总量方面，西安和郑州的排名稍有改善，但仍然未能进入前列。与此同时，深圳、杭州和苏州等城市在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方面表现出色，实力雄厚，国际影响力巨大。然而，这些优秀的城市并未被赋予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香港回归都快30年了，它早已成为国际公认的经济、金融、行业和商贸中心。海外对华的投资有 65% 需要通过香港中转。以深圳和香港为例，无论从经济总量、财富总量、对外开放还是国际影响力等角度看，它都应是国家重要的中心城市，而杭州、南京等城市同样具备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资格。在新的规划中，天津和重庆依然被明确标定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但他们的实力却显得稍有不足。从经济总量来看，天津的 GDP 排名已退至内地的第12位，而重庆在资金总量上更是未能达深圳的一半，仅在内地排名第8。官方规划的制定国家在考虑城市的地位时，更注重其综合能级和战略地位，而非单纯的经济规模。例如，中国南北经济差距日益扩大，有人提出天津实力较弱，应考虑调整其直辖市地位。但若真的撤销，那么南北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此外，还需考虑东西部发展差异，以及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等战略。3. 获批的省会城市谁的定位最高？最近获批的兰州与副省级城市成都评级，成为西部地区关键的中心城市。这标志着西部地区除了重庆之外的最高定位，也为西部其他省会城市提供了获批的基准。一般来说，省会城市若能对全省产生较强的辐射力，并在整个大区中拥有区位、交通、经济或战略上的重要性，那么它很有可能被认定为地区中心城市。例如，南京和杭州被批准为东部地区关键的中心城市，南宁则被赋予华南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呼和浩特则成为华北地区中心城市。这些城市的共同点在于其重要的区域影响力。然而，济南、沈阳和南昌的定位则更侧重于特定的区域战略或城市群。济南凭借着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战略，成为黄河流域重要的中心城市。沈阳则被定位为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这反映了东北亚地区重要性的不断提升。南昌则是长江中游关键的中心城市，其地理位置使其与武汉、长沙同属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已获批的省会城市中，海口是一个例外，它并未被赋予任何中心城市的定位。尽管海口与南宁同属华南地区，但南宁已晋升为华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这更加凸显了地区中心城市的授予并非随意。海口虽然享有自贸港等顶层政策的支持，但由于其经济、人口、产业规模有限，辐射范围较小，城市能级仍有待提升。